代钟嘉宾作为一个中国种，骂起他父亲的那种中国人，怎么都是骂的咬牙切齿。钟石磊跟着国民党蒋介石来到台湾的外省中国人，如果不这样骂自己的中国父亲和祖先，就不能在民进党立足。你赔了野百合学运的身份，又把你的外省人背景给丢了出来，外省的台独怪呀哇呀哇呀哇！钟嘉宾却说百合学运，我自己不在台上啦。你有病！过去我所参加的野百运动撼动这整个社会。本席89年4月入伍，我在装甲旅待命。你在这吹牛呢你？纸风车文教基金会挂的顾问的人设是野百合学运领袖，不是学运领袖，硬要说自己是学运领袖，好歹林佳龙都没写，钟嘉宾就很敢写，为了要躲吴宗宪说他是所谓的野百合学运，不惜把自己给炸裂了，把自己给撕了，导致了台湾政局的动荡不安的核心，就是像钟嘉宾他所创造出来的族群撕裂。他最早是族群主义，进化到变成种族主义，透过煽动族群之间的分裂跟仇视，偏偏他自己是外省人，皈依者狂热，他们越要证明自己有战功，能在族群里面生存，所以到了60岁，突然一个撕开，说自己不是野百合学运的领袖。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如果说我知道钟昭伟今天要排这个议程的话，那我绝对是不会同意有交换。我还是不认同今天的这个议程的这个名称，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尤其是钟昭伟当年也参加过野百合学运，也是算是学运出身的人嘛，满满的就是要袒露执政党的这个议程啊，这个我是反对的哈。我当时参加野百合学运，当时学生的领袖是谁？民进党政府的部会首长，还有县市首长，都是他们带领我们这些学生，就在这个地方抗议万年国代，要求召开国事会议。所以35年前的1990年3月16号那几天，我人就在这个地方。学校一下课，我马上坐火车来这个地方声援。所以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其实我对这个国家的热情没有改变。吴宗宪对国家的热情没有改变。他很不爽钟嘉宾偷换议程，因为钟嘉宾呢用所谓的抗议干扰司法，号召民众上街对抗审判者是否为妨碍司法公正罪之现行犯。当时被罗志祥狂喷7分钟，续集来了，钟嘉宾被喷到极点之后，钟嘉宾突然错乱了。吴宗宪说他当时高中参加过野百合学运并指当时钟嘉宾等人也在台上，钟嘉宾却说我自己不在台上啦。本席是1989年4月入伍，所以野百合学运自己并不在现场，当时在装甲旅待命。并强调当时诉求是废除国民大会，而不是要释放谁。首先我们先给大家查一下野百合学运的时间。野百合学运是1990年3月16号到3月22号。钟嘉宾说他1989年4月入伍，以当时来说确实他应该不会在台上。钟嘉宾自己在纸风车文教基金会里面所挂的顾问钟嘉宾的人设是野百合学运领袖，但是你为什么说你自己是野百合学运的领袖呢？哎呀，这个是纸风车挂错了啦，你怎么可以说是钟嘉宾自己挂的呢？来 take 范云、段宜康、李坤哲、郑文灿、郑丽君，你为什么不顺便 take 郑丽文？钟嘉宾，你到底是不是野百合啊？突然之间不是野百合了，你不是说你自己是野百合吗？你还放上你自己，他是钟嘉宾，这是台湾大学，民主风起云涌，凭着一股理想前进。谁写的？自己写的。好，过去我所参加的野百合运动撼动这整个社会。本席89年4月入伍，所以野百合当时我不在现场，我在装甲旅待命。温馨啊，学运传承，从野百合传承到太阳花，还找了林非凡、林公子、林9万，你是要8、9口水哦。2019年我所参与的野百合运动，从野百合到太阳花，钟嘉宾，这是玩怎样宋七力吗？分身术，林佳龙也被钟嘉宾拖进来。野百合世代学运领袖，不是学运领袖，硬要说自己是学运领袖，人家好歹林佳龙都没写啊，你钟嘉宾就很敢写哦。
蔡正元就去开始挖他的背景。不良立委钟嘉宾怎么眼歪嘴斜？钟石磊是1948年跟着国民党蒋介石来到台湾的外省中国人，但现在钟嘉宾作为一个中国种，骂起他父亲的那种中国人，怎么都是骂的咬牙切齿、眼歪嘴斜哦，是不是？如果不这样，骂自己的中国父亲和祖先，就不能在民进党立足啊，让台独人士放弃这种假台湾人吗？赔了夫人又折兵，你赔了你的野百合学运的身份，又把你的外省人背景给丢了出来，是什么样的野百合领袖啊？挖呀挖呀挖啊！原来钟嘉宾是个外省的台独怪呀！挖呀挖呀挖！不是说血统不行，不是不纯正，但是蔡正元说的有没有道理？自己的影片里面无处不是放的台独啊！一中一台，为了要躲吴宗宪说他是所谓的野百合学运，不惜把自己给炸裂了，把自己给撕了啊！我不是野百合。就一个撕开之后呢，哎呀，蔡正元看到绿色外省人，为什么外省人比较台独？为什么钟嘉宾要不断强调他的野百合？对于钟嘉宾，第一个他是外省人，他天生带有政治不正确。真正的本省人哦，不用去强调自己的背景。民进党那些八九那些的，民进党可是黑痛啦，黑炎啦。一次看到台独最后变成一种强烈的种族主义，我是很心痛。非常血统纯正，甚至应该是没有原住这个平埔族血统的一个闽南家庭的子弟。他最早是族群主义，有所谓闽客械斗，从族群主义进化到本土主义，本土主义变成种族主义，而这个过程是跟日本人学的，因为日本人是非常歧视台湾人的，透过煽动族群之间的分裂跟仇视，偏偏他自己是外省人，到了最后满嘴谎言、满嘴骗，这些人真的有所谓的中心思想吗？到了60岁，突然一个撕开，说自己不是野百合学运的领袖，皈依者狂热，他们越要证明自己是有战功，他们才能在这个族群里面生存，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外省同胞更加的凶狠，更加的残酷，他不惜痛骂他的爸爸的族群。台湾这些年族群撕裂真的是太严重，那我心里就在想说，你们台湾话讲那么烂，你们还要整天那边台独的，然后强调台湾的是所谓台语，强调所谓台湾文化，我连跟你日常生活用最简单的台语跟你聊天，你都聊不下去了，你怎么心里会这样想？越绿越狠，而民进党也是吸收了这一批越绿越狠的家伙，所以把族群撕裂的更厉害，导致了台湾到今天228真相浮不上来，导致了白色恐怖的片面撕裂化，导致了整个台湾政局的动荡不安的核心是什么？其实就是像钟嘉宾这种人，他所创造出来的族群撕裂问题，最严重的族群撕裂问题在这里。